我乃一介凡人，却活了数十万年，只因魔尊通过魔镜判出我是真命天女，若与我结合，便能干下一统6界的绝世大魔神。魔尊将我从人间带入了魔界，每日以心头血滋养我，以保我不老不死。但魔尊很难与凡人产生结晶，他与我夜夜缠绵，努力耕耘了数十万年，我才终于怀上了魔种。魔尊大喜，当即封我为魔后，将我与胎儿视为瑰宝。魔尊亲妹妹嬉闹时不慎碰到我肚子，魔尊便将这魔族唯一的公主挫骨扬灰。为护好魔子，魔尊安排我在魔族禁地静心养胎。逍遥仙尊喝醉酒迷了路，误闯了魔族禁地，魔尊将他当场诛杀后，还率魔兵魔将冲上仙界，杀到血流成河。为平息战火，天帝不得已将6界最美的琉璃仙子嫁于魔尊为妃。孕满3年，天降异象，胎动愈发剧烈，腹中胎儿隐有降世之兆。我正卧床备产，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，魔尊3天2头往这跑。今天本仙子倒要看看这里到底藏了什么宝贝。可是奴婢曾听闻九幽殿乃魔族禁地，任何人不得擅闯啊。对啊，琉璃仙子，听说以前逍遥仙尊只是误入了九幽殿，就被魔尊大人当场诛杀，还引发仙魔大战。我们这样贸然闯入，是否不太妥当？有何不妥？本仙子可是6界中唯一能入得了魔尊眼的女人，她怎舍得怪我？听着殿外的嘈杂声，我微微皱眉，心中顿觉不妙。魔尊对我和腹中胎儿万分重视，为避免再出现被人误碰我肚子的情况，魔尊特意遣散了禁地所有人。桀骜一世的他，日日来此亲自照顾我。逍遥仙尊本是与魔尊交好的座上宾，只因贪杯醉酒，误闯了禁地，就被魔尊当场诛杀，还引发了一场仙魔大战，造成尸山血海。要是禁地外的那些人进来了，恐怕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我连忙起身，来到院内，想去提醒那些人速速离开，可刚开门，一张与我7分像的脸映入眼帘。不等我开口，对方直接一巴掌狠狠扇在我脸上。哪来的贱婢，竟敢顶着本仙子的模样藏在魔尊的九幽殿？难道你还想跟本仙子争宠不成？突如其来的一巴掌，打得我脑袋嗡嗡作响。一个身上毫无灵力的肉体凡胎，怎能来到魔界？想来应该是与哪个下贱魔未私通进来的，所以才怀有身孕。凡人果真低贱，以为长得与我们琉璃仙子有几分相像，就能躲到此处勾引魔尊大人。听到他们这些恶语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个突然闯进来打我之人，正是当年天帝用来平息仙魔战乱的琉璃仙子。数十万年来，本该拥有佳丽万千的魔尊，日日与我为伴，从未对除了我以外的任何一位女子多看一眼。所以当年魔尊因为琉璃仙子终止仙魔大战之时，我曾心生疑惑，今日一见才知，原来是因为琉璃仙子与我有几分相像，这才令魔尊动了恻隐之心。此刻的琉璃仙子怒容满面，带火的目光仿佛要吞噬我。你这下贱凡人，知道魔尊爱本仙子不能自拔，就想利用这张与本仙子有几分像的脸勾引魔尊。琉璃仙子态度嚣张恶劣，但念在她不知实情，我便不打算与她计较这一巴掌，而是好心劝解，九幽殿不是你们能来的地方，趁着魔尊不在，你们赶紧离开，不然谁都帮不了你们。可是琉璃仙子丝毫不领情，反而一把掐住我脖子，怒声道：魔尊对本仙子宠爱有加，整个魔界有何地是本仙子不能踏足的？倒是你这下贱凡人，装模作样想赶本仙子走，不就是怕本仙子会破坏你的诡计，让你无法顺利勾引魔尊吗？今天本仙子便要你这贱人知道勾引魔尊的下场。说着，琉璃仙子玉手一挥，一股巨大灵力如狂风般席卷而来，我的身子被推入半空，又重重砸落在地。我抱着小腹蜷缩在地，看着气势汹汹的琉璃仙子，冷声道：你这般肆意妄为，就不怕魔尊知道吗？琉璃仙子不以为意道：本仙子乃魔尊一见钟情的挚爱，仅凭一眼，本仙子就让他结束了当年的仙魔大战。他有多爱我，6界谁人不知？本仙子只是教训你这么个下贱凡人而已，他就算知道了又怎样？难道他还会因为你这个不起眼的小角色来怪罪本仙子不成？其他几位随从仙女也冷笑着附和，就是纵观6界八荒，谁人不知魔尊大人对琉璃仙子一见倾心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琉璃仙子比？魔尊大人乃凌驾众生的95之尊，身边必然少不了跟着下贱凡人一样的狐妹子，妄想勾引他上位。琉璃仙子，咱们今日正好杀鸡儆猴，斩断那些狐妹子的歪心思。没错，让那些不要脸的下贱之人知道，魔尊的女人不是谁都可以当的。这些仙女个个言辞犀利，目光狠辣，一副恨不得撕碎我的样子。我神色凝重道：你们最好去找魔尊问清楚，我到底是谁？琉璃仙子扬起下巴，面露不屑：你一个偷混进九幽殿的凡夫俗子，也配让本仙子打听你的身份？本仙子可是魔尊心尖上的人，更是仙界天帝的掌上明珠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与本仙子比身份？说着，他环顾四周，悠悠开口：这九幽殿太过阴暗了，需添上一抹红。闻言，众仙女瞬间会意，一个个化灵力为鞭，
疯狂抽打起了我。我一介肉体凡胎，根本扛不住他们这么多人的攻击，被打得蜷缩在地，身上满是血痕。我忍着剧痛，双手死死护住肚子，厉声喊道：住手！我乃魔界王后。闻言，众仙女顿时停了手。琉璃仙子站在一旁，眯着眼盯着我。你方才说你是魔后？我正色道：没错，魔尊若知道你们这么伤害我，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将真相道明，以为琉璃仙子会就此罢手，却不想他们几乎是在同一瞬轰然大笑。这下贱凡人，想当魔后想疯了吧？仗着自己跟琉璃仙子有几分像，竟敢在这倒反天罡，说我们琉璃仙子能有今日，都是沾了他的光。外界谁不知，魔尊大人独宠琉璃仙子一人，你一个偷摸着溜进来的下贱凡人，竟敢自称魔后，你当真是活腻了不成？琉璃仙子则是勾着唇角，露出阴狠笑意。原以为你这件蹄子仗着与本仙子有几分相似，能偷偷潜在这九幽殿勾引魔尊，应该是有几分手段的。没想到你竟是此等无脑的蠢货！本仙子嫁入魔族这么久，从未听过魔后这号人物，你一个灵力都没有的低贱凡人，有什么资格成为魔后啊？你若真是魔后，怎么可能一个人住在这荒无人烟的魔族禁地？说着，琉璃仙子直接对其他仙女下令，把这贱人的四肢给本仙子砍了。我看他嘴还能硬到什么时候？闻言，那几个仙女纷纷祭出飞剑，朝我走来。显然，他们都不知道，这九幽殿之所以荒无人烟，是因为魔尊不允许任何生灵靠近，哪怕是飞进来一只鸟兽，魔尊都会愤怒地将其抽筋扒皮，鞭尸数十次才得以泄愤。不对外公布我的身份，是因为他想等腹中胎儿降世之后，当着整个六界八荒，公开大封我。而今日魔尊之所以不在，就是因为他算到了今日是腹中胎儿降世之日，所以特意去宴请六界强者，希望所有人都来亲眼见证绝世魔神降世，恭迎六界之主。没想到这些竟成了琉璃仙子不信我的理由。看着他们步步紧逼，我慌了，焦急大喊道：我真是魔后，不信你们去问魔尊。然而他们压根不信我的话，直接手起刀落，一阵钻心蚀骨的痛袭来，我的四肢接连被斩断，我痛得浑身颤抖，气体虚弱。见状，琉璃仙子捂嘴大笑，哈哈，你们看她没手没脚挺着大肚子的样子，好像一只缩起腿的王八呀。其他人也是哈哈大笑，拍手叫好。我死死地瞪着他们，红着眼道：你们会后悔的。琉璃仙子走到我身前，居高临下道：这六界之内还没谁能令本仙子后悔，但本仙子却能让你知道什么叫后悔。话落，琉璃仙子当即化掌为刀，将我的小腹生生剖开，剧烈的疼痛再次将我淹没。意识朦胧间，我看到琉璃仙子从我的腹中掏出一个血淋淋的男婴，男婴好似有自己的意识，不停地挥动着小手，不满地拍打着琉璃仙子的手臂。琉璃仙子死死盯着我儿子，惊讶开口：一介凡人生出的孽种，生命力竟如此顽强，只可惜你终究是一介凡胎杂种，留在这只会污染魔族圣地。今日本仙子便要替魔尊清理门户。我满心恐慌，无比虚弱地开口：他是我与魔尊的孩子，你切不可伤害他。闻言，琉璃仙子皱起柳眉，狠狠瞪着我：你这下贱凡人，为了保住这剑种，竟敢说出如此离谱的谎言。魔尊何等强大，凡人之躯怎可能怀上他的子嗣？其他仙女也附和道：就是魔尊大人魔力滔天，灵力低微者贸然与他结合，都会爆体而亡，而你一介凡人，连与魔尊大人结合的资本都没有，谈何生子？这剑种定是你与哪个魔力低微的下贱魔卫私通出来的，还敢冒充魔尊的孩子，你真是胆大包天。正如他们所言，凡人与魔族实力相差悬殊，魔尊更是凡人可望不可及的存在，按理说是不可能与凡人产生结晶的，所以魔尊才日日以自己的心头血滋养我，保我不老不死的同时，滋养了我的凡躯，使我与他的隔阂渐渐消除。但即便如此，我们也努力了数十万年，才怀上这个孩子。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若这孩子出了事，所有人都无法承受魔尊的怒火，六界将生灵涂炭。在魔尊的滋养下，我的身体素质虽然已经异于常人，但此刻受了重伤的我，还是能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力在快速流逝。我用尽了最后的气力说出这句话，只希望琉璃仙子能放过我的孩子。但琉璃仙子只是冷冷一笑：你越危言耸听保这剑种，本仙子就越要弄死他。说着，他将我儿子往地上狠狠一摔。不！我痛呼出声，但毫无作用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重重砸落在地，竟还没死。琉璃仙子望着地上仍在动弹的儿子，喃喃开口：本仙子倒要看看你这孽种的命究竟有多硬。话落，他一脚猛地朝着儿子踩下，砰！这一脚
是大力沉，将地面都砸出一个深坑。就在众仙女都以为我孩子必死无疑之际，儿子却跟个没事人一样，依旧晃动着自己的小手。本仙子就不信了，今日弄不死你这么个孽种！琉璃仙子气急，索性催动天火，猛烈砸向了我儿子。熊熊烈火瞬间在儿子身上迅速燃烧了起来，我近在咫尺，感受着无比炙热的烈火之威，恐惧和痛苦疯狂吞噬着我。我的孩子不仅是未来的6界之主，更是我和魔尊努力了数十万年的结晶，是我怀胎3年的亲生骨肉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我和魔尊把他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，可小小的他才刚出生，连一个怀抱都未曾感受，就被淹没在了无情的火海中。泪水爬满了我整张脸，看着一动不动被烧焦的死婴，琉璃仙子嘴角微扬，这孽种终于死了。其他仙女也个个笑容满面，下贱凡人的杂种，果真是皮糙肉厚，得亏琉璃仙子手段高明，就是看这小孽种的样子，就知道他那下贱的魔位爹也是个丢人现眼的东西。恭喜琉璃仙子铲除孽种，为魔族清理门户。在万众称颂中，琉璃仙子高昂着头颅，斜眼瞥着我已死去的孩子，像是在欣赏自己的杰作。他嘴角翘起，满面畅快。小贱种，你别急，本仙子马上会找出你的贱种爹，让你们一家子贱种死得团团圆圆。话音刚落，魔界上空天雷滚滚，一道洪亮的声音从天而降：你们在做什么？紧接着，数百道流光如陨石坠落般砸在了九幽殿院内。魔尊来了，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数百个受邀见证绝世魔神降世的6界强者。巨大的动静令在场的仙女不约而同望向了身后，只见魔尊身着一袭龙纹黑袍，携浩瀚魔气，屹立在数百位6界强者身前。他自带气场，一人仿佛能敌千军万马。原本盛气凌人的琉璃仙子一见魔尊驾到，顿时变得温顺乖巧。他带着温婉的笑，上前挽住魔尊，柔声道：魔尊，您不是说今日要筹备一件大事吗？怎有时间来此处？魔尊无视琉璃仙子的问题，冷厉反问道：你不知道这是魔界禁地吗？谁允许你擅闯的？魔尊的声音不带丝毫情绪，但那如黑曜石般的双眸却折射出令人胆寒的锐利光芒。对视到魔尊的目光，琉璃仙子下意识打了个寒战。魔尊，妾身是看有个下贱之人鬼鬼祟祟偷溜进来了，才跟着进来抓他的。闻言，魔尊眉头微皱，目光看向九幽殿内。你们没进九幽殿里面吧？琉璃仙子立马摆手，没有，妾身等人就在院子里教训的这个贱人。那几个仙女见气氛不太对劲，连忙附和道：魔尊大人，琉璃仙子知道这地方对您很重要，自然是不会乱来的。对，他看到有人偷偷溜进来，担心的不行，生怕那人对您不利。琉璃仙子就是太爱您了，关心则乱，您千万别怪他。面对众仙女的辩解，魔尊无动于衷，他那琥珀色的双眸好似结了一层冰，声音亦是冷冽之极。此地乃魔族禁地，擅闯者死，但今日是我大喜之日，暂且饶你们一命，下次不要再犯这种错误了。简单的2句话让众仙女的心大起大落，一个个心有余悸，脸色苍白。多谢魔尊大人，他们颤声开口，后怕之至。魔尊没再理会他们，转而看向身后一名老妇人，现在时辰差不多了，你赶紧进去接生吧。这老妇人是6界最强接生婆，有她接生，产妇产子痛感都会减轻许多，所以魔尊不远万里特意将已经隐居的她请来为我接生。接生婆点了点头，径直往九幽殿内走去。可片刻后，她又快速走出，满脸不解地看向魔尊：魔尊大人，这殿内无人呐。接生婆的话让魔尊脸色一变，他皱着剑眉，语气凛冽：怎么可能？话落，他身形瞬间闪进了九幽殿内，眨眼间他又回到了原地。他威严冷厉的面容上添上了阴沉之色，令人不寒而栗。他的目光直射向琉璃仙子，这九幽殿里的人呢？琉璃仙子睁大双眼，一脸疑惑：什么人？除了刚刚那个与我有几分相似的下贱凡人，妾身没看到九幽殿里还有其他人啊。听到这，魔尊的眼神陡然变冷，与你有几分相似的凡人。琉璃仙子不以为意，对呀，所以妾身才狠狠教训他的。那贱人知道魔尊喜欢妾身，仗着自己与妾身有几分相似，就偷偷躲在此处，妄想以这种方式勾引魔尊，代替妾身。他区区一个凡人，竟胆大妄为，自称是魔后，您说此人是不是该死？说着，琉璃仙子还刻意鄙夷地嗤笑了一声，但魔尊此刻的脸色已经难看到了极点。他凌厉的目光迅速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原本干净的院内处处溅染鲜血，院内一角还有一只断臂，无人问津。断臂无名指的一枚戒指深深刺痛着魔尊的眼。这一刹那，无数画面涌向魔尊的大脑。画面里，他仔细认真的打磨戒指，在上面一笔一画，小心翼翼刻下我俩名字。他亲手为我戴上戒指，我满面笑意，依偎在他怀中。无数个夜晚，他从背后抱住我，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掌心，他摩挲着这个戒指，拥我入眠。越想
他的心颤动得越厉害。那枚戒指，我戴了10万年，一刻未曾摘下，哪怕此刻那戒指也依旧在我手上，只可惜那手却与我分离了。见魔尊死死盯着我断臂之上的戒指，琉璃仙子不解地问道：魔尊，您一直盯着这枚戒指做什么？魔尊仿佛没听到琉璃仙子的话，整个人如雕塑般，依旧死死盯着我手上的戒指。这一刻，他只希望是自己认错了。见魔尊沉默不语，其他仙女都不禁在琉璃仙子耳旁猜测：琉璃仙子，那枚戒指所用材料似是魔族独有的绿玉，只有位高权重者才有资格接触，所以我怀疑这戒指肯定是那下贱凡人偷的。有道理，难怪魔尊一看到戒指就变了脸色，看样子是气坏了。下贱凡人就是卑劣，专做此等偷鸡摸狗之事。琉璃仙子定要为魔尊好好出这口恶气。闻言，琉璃仙子突然反应过来，眼中金光一闪，她快步走到我身前，将奄奄一息的我拖到魔尊面前，洋洋得意道：魔尊，那枚戒指就是这个下贱凡人的，妾身已经替您将他的4肢全部斩断了，若是您还觉得不解气，妾身现在就帮您杀了他。琉璃仙子迫不及待表现自己，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兴奋，像是一只等待夸奖的孔雀。而魔尊双眼已变得血红，无法置信地盯着地上的我，我满身都是血痕，4肢被斩断，肚子上还有一条横穿整个小腹的刀口。魔尊面色巨变，他顾不得其他，只快速蹲下身子为我疗伤。一旁的琉璃仙子见状，顿时嘟着嘴抱怨：魔尊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为何要替这个下贱凡人疗伤啊？面对琉璃仙子的质问，魔尊置若罔闻，他宛若着了魔一般，疯狂往我体内注入魔力。几个仙女也莫名了，琉璃仙子，看样子魔尊是认识这个下贱凡人啊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因为这凡人长得与琉璃仙子相像，才被魔种看中，圈养至此。难怪此地是魔族禁地，原来是因为养了个琉璃仙子的替身，怕被发现。如此看来，魔尊可能早就垂涎琉璃仙子了。难怪当年琉璃仙子仅凭一己之力就平息了仙魔大战，真没想到魔尊竟然爱琉璃仙子爱到了如此疯狂的地步。众仙女的话让刚刚还醋意大发的琉璃仙子顿时耳根一红，见魔尊仍在救我，他上前提醒道：魔尊，您清醒一点，妾身才是您的最爱啊，这下贱凡人只不过是长得与妾身有几分像而已，但他不是我呀。几个仙女也趁机替琉璃仙子抱不平。对啊，魔尊大人，这下贱凡人只是长得有点像琉璃仙子而已，但终究只是个上不了台面的肉体凡胎啊，您可千万别为了这种人伤了琉璃仙子的心啊。他仗着自己跟琉璃仙子有几分像，就耀武扬威，还到反天罡说琉璃仙子只是他的替身，试图挑拨您和琉璃仙子的关系。这种满口胡话的下贱凡人，根本就不值得您如此上心啊。没错，而且这下贱凡人还怀孕了，明显就是跟其他男人私通了，不然以他的肉体凡胎，怎么可能怀上魔种？说到怀孕，琉璃仙子突然灵机一动，他快速跑到一旁，将地上被烧成黑炭的死婴递到魔尊面前。魔尊，这就是这下贱凡人生下的孽种，恳请魔尊将这小贱种的爹找出来，挫骨扬灰，以保魔界威严。原本正专心为我疗伤的魔尊，一看到琉璃仙子递过来的死胎，面色又是陡然大变，那顶天立地的身躯在这一刻都颤抖了起来。琉璃仙子以为魔尊是被我的所作所为气到了，他嘴角微扬，满面都是傲然之色。目睹这一切的6界强者也不禁开口，真没想到一介凡人竟在魔界私通怀孕，真是不知廉耻。是啊，还好琉璃仙子发现的及时，不然魔族的威严就被这个凡人给毁了。琉璃仙子不愧是仙界天帝最疼爱的掌上明珠啊，果然聪慧过人。魔族能有琉璃仙子这么明辨是非又有能力的魔妃，当真是可喜可贺。见状，众仙女也趁机为琉璃仙子邀功。你们有所不知，这个贱种的命硬的不行，也就是我们琉璃仙子办法多，祭出了天火才将这贱种烧死，不然一般人还真杀不死这贱种。天火可是连3魂7魄都能焚烧殆尽的不灭之火，在我们仙界是专用门来惩治罪大恶之人，让他们不入轮回的。区一介凡人贱种能死在天火之下，真是便宜他了。闻言，6界强者更是对琉璃仙子夸赞连连，恭贺他为魔族清理门户。琉璃仙子愈发得意了，整个人都散发了母仪天下之气势。而魔尊极力压制内心咆哮的怒火，专注为我疗伤。他不敢怠慢，生怕自己稍微一停手，我这具凡人之躯就再无生机。在他魔力的不断输送下，终于我腹部的巨大刀痕缓缓愈合，被斩断的4肢也自动与我的身体重新融合。原本身体冰凉的我，终于有了一丝温度，感受到魔尊身上熟悉的气息。我缓缓睁眼，
含泪开口道，孩子没了。一想到自己怀胎3年的孩子在熊熊天火之下被烧成黑炭，我就心痛到不能自已。魔尊擦掉我眼角的泪，声冰寒刺骨，灵薇，你放心，今日欺辱你们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魔尊的声音不大，却清晰地传入了所有人耳中，大家脸上的表情骤然僵住，谁也想不到魔尊竟会突然蹦出这样的话。琉璃仙子皱紧柳眉，魔尊，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一听这话，那些仙女也立马开口，琉璃仙子，魔尊大人这么爱你，怎么可能为了别的女人惩罚咱们呢？他肯定是开玩笑的，没错，一个替身而已。魔尊大人肯定就是看那下贱凡人伤得太重了，说好话哄他的。琉璃仙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继续有恃无恐道，魔尊，妾身知道您深爱着妾身，但并不是所有长得像妾身的人都是妾身呀。您已经有妾身了，就没必要去圈养此等下贱的凡人，妾身什么都会满足你的。看在这下贱凡人已经深受教训的份上，这次妾身就不与您计较了，日后您可千万别再令妾身伤心了。琉璃仙子自认为自己这番话说得大方得体，理应令魔尊欣赏感动，可魔尊神色愈发幽深，眼神更加可怕。他将我轻放在地，随后望向琉璃仙子，轻启薄唇，你可能不知道，今日我召集6界强者齐聚于此，只为宣布一件大喜之事，那便是昭告天下，灵薇是我一生挚爱的魔后，而她的孩子是我盼了数十万年的魔太子。魔尊的声音很轻，却犹如一击重锤，直接将琉璃仙子击得踉跄后退。他面色惨白，怔怔地看着魔尊，一时间都不知该作何应对。倒是在场的仙界强者第一时间反应了过来，为琉璃仙子抱不平。魔尊大人真是说笑了，区区一介凡人，怎能跟我仙界的琉璃仙子相比？论身份地位，琉璃仙子是我仙界天地的掌上明珠；论样貌实力，琉璃仙子更是碾压这低贱凡人。魔尊大人若真立此等凡人之子为魔太子，那岂不是让天下人笑到大牙？仙界强者的一席话，让刚刚还慌乱不已的琉璃仙子瞬间来了底气。他看着魔尊，傲然开口：魔尊，您若想要孩子，妾身也可以生呀。凭咱们的修为与实力相结合，生下的孩子定能比那贱种优秀千万倍。在这强者为王的世界，毫无修为的人类无疑是6界最瞧不起的存在。有仙界强者带头，其他强者也纷纷附和。魔尊口口声声说请我们来，是为了宣布一件大喜事。若这件大喜事是为庆祝一介凡人产子，那确实会令人大跌眼镜的。凡夫俗子与蝼蚁无异，他们能见上我们一面，都是天大的福分，他们怎配让我们为其庆祝？说这话时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到了我身上，高傲、鄙夷、厌恶、不屑，毫不避讳。向来爱我如命的魔尊，此刻脸色阴沉如水，无尽的魔气从他周身弥漫散发。此刻的他就如同从地狱爬出的死神，你们全都该死啊！一道低吼声骤然响彻而起，万里晴空，忽然乌云流转，无尽黑气笼罩八荒，伸手不见五指。紧接着，一股飓风席卷当场，如刀般刮得人皮肤剧痛。轰！一阵巨响，地动山摇，巨大的罡风直接将我震晕了。我在刹那间陷入了无尽的黑暗，只觉得自身好似被一个巨大的棉花所笼罩，将我淹没，却护我无虞。再睁眼，我已经躺在了用于疗伤的魔石床上，床边魔尊红着眼守护着我。看到他，我瞬间红了眼眶。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，只看到威严无比的魔尊像是变了个人。他原本俊朗的面容布满胡渣，沧桑无比，原本发亮的黑发变得雪白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与我在一起数十万年都不曾变化的魔尊，只是在我睡了一觉的时间，就沧桑成这样了。见我醒来，魔尊眼底情绪翻滚，他心疼地抚摸着我的脸，柔声开口：对不起，怪我没保护好你和儿子。我眼含热泪，深深看着魔尊，心头酸楚无比。这个孩子是我们共同努力了数十万年的结晶，这数十万年，他日日细心照料我，以心头血滋养我，对我体贴有加，呵护备至，甚至比我自己都要爱我。我沉沦在他的温柔里，无法自拔，可也曾心有疑虑，他这样做是否仅仅是因为孩子？若没有孩子，他还会爱我吗？可现在答案显而易见，他眼底的爱意做不得假。他颤抖声音里的愧疚与心疼演不出来。看着桀骜不驯的魔尊在我面前愧疚的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，我忍不住坐起身，与他紧紧相拥。这个孩子是他的骨肉，也是他盼了数十万年的希望。可现在一切都没了，他心头的痛又何尝会少于我呢？如果不是巨大的打击，顶天立地的魔尊又怎会沧桑成这般模样？可即便如此，他仍是第一时间将责任都归咎在自己身上，忍着无尽伤痛，极力安抚我。魔尊用力抱着我，指节的力度
仿佛恨不得将我揉进他的身体里。林薇，那些对你出言不逊的人，我全都杀了。我松开怀抱，认真的看着他。琉璃仙子他们呢？那些人我都关押起来了，等着你亲自处理。我面色一沉，冷声道：把他们带到九幽殿去吧，咱们的儿子就是在那里被他们活活烧死的，这个仇要当着儿子的面报。九幽殿院内，琉璃仙子等人被捆仙绳死死绑着，原本风光华丽的几人，此刻全部蓬头垢面，狼狈之极，犹如等待审判的死刑犯。一看到我，原本颓然的几位仙女像是找到了解脱的引子，眼中忽然金芒闪烁。魔后饶命啊，我们不知道您的身份，不然给我们100个胆子，也不敢对您下手啊。没错，这一切都是琉璃仙子指示的，我们身份地位都没她高，只能听命于她啊。还请魔后看在我们也是身不由己的份上，饶我们一命吧。经过了这么多天的关押，这些仙女在没了之前的高傲，望向我的眼神全是祈求。见状，琉璃仙子撇嘴冷哼了一声，似是对他们的行为万般不屑。我面色淡漠地看向这些仙女，如果你们的道歉能让我的孩子死而复生，你们尚有活命机会，只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。我这话等于是彻底斩断了众仙女的生路，她们一个个顿时跟失了魂一样，瘫坐在地，脸色煞白。琉璃仙子冷笑一声，直言道：一群没骨气的废物，求这个贱人，还不如求本仙子。本仙子可是仙界天帝最疼爱的女儿。魔尊纵然再生气，也不得不给我父皇一丝薄面。琉璃仙子依旧眼高于顶，傲然无比。魔尊面无表情地走向琉璃仙子，冷漠道：这就是你的底气吗？魔尊的语气很淡，但眼底的杀气却浓郁至极。琉璃仙子自然感受得到，可她依旧有恃无恐。当然，魔尊，我知道你实力超凡，但我若有丝毫闪失，我父皇定不会坐视不管。难道你真的要为了一介凡人，与我仙界不死不休吗？要知道，我父皇虽不想与你魔界开战，但他的实力可不比你低。若真要一战，孰胜孰败可不一定。即便直面魔尊，琉璃仙子依旧不慌。在他看来，只要有天地在，这世间就没人能动得了他。可魔尊只是淡然一笑，是吗？说罢，魔尊大手一张，一个血淋淋的头颅直接被丢到了琉璃仙子面前。父皇！琉璃仙子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，惊呼出声。这一刻，高高在上的他才终于慌了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自己引以为傲的天帝父皇，竟早已被魔尊砍下了头颅。我也惊住了，难怪魔尊整个人看起来都虚弱了许多。现在我才明白，原来在我昏迷之际，他默默为我和孩子做了这么多事。正如琉璃仙子所说的那样，天帝的实力不在魔尊之下。若是我要报复琉璃仙子，天帝身为琉璃仙子的父亲，必然会横插一脚，到时候仙魔双方交战，必是两败俱伤。为了免除我的后顾之忧，魔尊就这么义无反顾的先将天帝的头颅给砍下了。看着魔尊明显佝偻了几分的背脊，我的心隐隐作痛。我难以想象那一战他有多辛苦。琉璃仙子彻底傻眼了，她瘫坐在地，不停呢喃：不可能，这不可能。我居高临下俯视着她，冷冷道：往后你就在这里为我死去的孩子忏悔吧。丢下这一句话之后，我和魔尊便大步离去。偌大的九幽殿内被魔尊设下了一个巨大的结界，除了他，谁也无法打破。魔尊命人将琉璃仙子等人的四肢全部斩断，将万魔窟的数万个魔物一同关进九幽殿内。那些魔物本就被关押了无数个年头，寂寞不已，突然见到琉璃仙子这种绝世美人，无异于是登上了天堂，一个个朝着琉璃仙子等人扑去。九幽殿内惨叫声不绝于耳，日复一日，片刻不休。在那些魔物的不断凌辱下，琉璃仙子等人很快就怀上了孩子。待到腹中胎儿即将降世，魔尊便会派人将他们的肚子生生剖开，再将他们丢进魔物堆中，被凌辱，再怀孕，又剖腹，长此以往，永不休止。数年后，我又怀孕了。这一次，天空异象震荡不止。我和魔尊相视一笑，心中都十分确定，我们的孩子又回来了。